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就花一些时间谈一下争议比较多的这个核市场哈。那核市这个议题其实困扰台湾已经将近20年哈，从民国86年开始算起的话，其实将近20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核四在这个其实它开始动工之后哈，它正式开始动工其实应该算民国89年哈，可是动工之后没多久哈，就碰到了这个当时政府宣布这个废核四哈，那所以在废核四的当时呢，还因为这个违约哈，所以赔偿了奇异公司新台币30多亿哈，大概32亿左右这样子的一个金额。那后来停工3个月之后呢，经过立法院的决议，大法官释宪之后呢，又决定要复工。那复工之后呢，当然你一开始违约嘛，那合约终止之后，你等于又要重新签订新的约哈，所以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停工又复工哈，其实造成了蛮多的一个问题哈。怎么讲呢？比如说原来的包商都在进行这个工程，工程进行到一半，突然告诉你说我这个电厂我不想要继续干，然后我要跟你终止合约。可是呢，当初合约签的内容你应该要完成，你还是要完成。可是这个包商他可能会认为说，那你以后都不会用了，我就随便跟你敷衍了事哈，我就去领我的这个契约签订的这个工程款去了。等到要复工了，有些厂商他已经不做了，所以你就有一些这个工程呢，你要重新找包商来进行，然后新进来的包商再去检视前一个包商做完的这些工程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符合这个要求。那当初的验收可能也很随便，因为我工程都已经要废止，我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做什么工程验收。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发现有很多地方要进行改善，然后呢，有很多地方要重新施作，很多工程要重新施作，然后跟奇异公司的约呢要重签。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工期不断的延长，预算不断的增加，然后各位也知道，时间一拉长，你再加上通膨的压力，预算就会一再的追加。这个也是核四预算为什么一再追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就是大家就是在网络上面或者电视新闻上面经常听到，就是所谓的拼装车啦，或者施工有哪些缺失啦。其实施工的缺失呢，在后来的原能会的这个检查之下呢，其实都已经获得改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常被拿出来讲的就是这个微主体的墙出现了这个保特瓶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也是后来在原能会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缺失在民国96年其实就已经改善完毕了这个都是当时就已经改善完毕了。然后刚刚提到的另外还有就是钢筋截断啊，或者什么水泥添加量不足啊，这些问题那这些有些是事实那有些不是事实，所以网络上面的谣言很多所以像这个微主体的这个安全检查，这个后来也经过了安全测试之后都已经通过了。那另外常听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拼装车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压力槽是奇异公司的那等到你的这个蒸汽产生器发电机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那是不是有拼装车？其实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说明全世界所有的核能电厂都不是一家公司从头做到尾就像我们的这个电脑手机里面的一些零组件都有他们各自原来负责的厂商，核能电厂也是，
所以今天负责这个反应器压力槽的是一家厂商，这个气涡轮机啊跟发电机啊，它不一定都是同一家厂商。你去看一下，全世界的核能电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关键就在哪里？关键就在这些主要设备的整合。主要设备的整合呢，就必须要依赖有经验的这个顾问公司啊，或者工程单位来进行。那我们的核市场呢，后来是 URS， 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家这个工程顾问公司，再加上基一公司，就是原来的反应器的制造商，他们彼此间的这个合作，来完成整个核四的这个系统整合这个工作。所以在这部分呢，我们都对这个整个系统的界面的这个整合呢，持有高度的信心，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2次的安检。那这个也是经济部在去年大概4月份成立的这个安检小组。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安检小组呢？就是大家对于整个核四系统其实存在很多的疑虑。那电厂其实本身工程在进行的时候，自己就有自己固定的这个 Q&A 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品管的这样子的管控他自己电厂就有在执行。可是大家不放心。所以呢，经济部就说好，那你台电公司呢就召集这个有经验的，比如说核1、核2、核3这些有经验的员工，另外组成一个安检小组。所以核市场现场的员工跟这些这个技术人员，他们自己做一套安检，检查所有这些完工的这些项目。可是我不放心，我又成立了这个安检小组。透过核1、2、3这些有经验的工程师，另外再重新执行一次安全检查，所以就等于做了2次的安全检查。OK， 那这个第二个 team， 第二个团队呢，它总共有45个人是来自于台电公司自己的核1、2、3厂，可是总是会被别人挑战说，那又是你们台电自己的员工。所以呢，就在搭配12名的国外顾问、工程顾问共同组成了这个安检小组，所以去执行第2次的安全检查。然后另外也成立了所谓的核四安检专家监督小组，那这是由8个相关这个领域的学者，再加上这个国外专家。目前的这个国外专家。原来的国外专家包括了这个林宗尧博士跟蔡维刚博士，后来林宗尧博士就离开这个团队，后来现在这个蔡维刚博士呢，他是在国外非常有经验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共同组成的这个监督小组，来监督刚刚讲的2次安检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透过这样子层层的把关。我们也检视了他们整个安检工作的一个进行。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这1年当中，刚刚不是讲我们去年4月就成立了，在过去这1年当中，我们确实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设备叫做高压这个泵浦。那这个高压泵浦在设计的时候，它本来是在高压的条件底下呢，它提供一定的流量。那这个就符合我们的这个规格，可是这个高压泵浦它有另外一个额外的功能，就是它必须要能够在低压的时候提供一定的流量，协助这个余热移除。好，结果就在安检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呢？发现说，这个高压泵浦呢，在高压的时候，它流量是正常的，也符合规格的需求，可是，在低流量的时候，低压的时候。它不是要辅助这个余热移除吗？在低压的时候，它的流量呢没有达到规范的要求。好，这个时候你如果从安全的角度去看这个高压泵浦，因为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高压运转的时候来使用。那如果从安全的角度去看，那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泵浦是符合要求。可是我们在最终安全分析报告的时候，把它在低压时候必须要达到
特定流量的这个功能也列进去了。所以就算它是符合安全的，可是它并不符合最终安全分析报告里面的这个要求。所以最后怎么样？最后我们就说那不行，这部分不符合，就算你在高压收流量符合，你也必须要把它做到符合规范的要求。所以这个帮浦呢，后来就被送回苏格兰原厂这边去进行修复的这个动作。那经过了这个整修之后呢，在它低压时候流量也符合规范的时候，送回台湾了。我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2个月以前新闻炒得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微珠体泄漏测试。那时候新闻炒得非常大，说这个微珠体泄漏测试啊发生了泄漏点，所以呢，这个媒体就开始大家的挞伐就说你看，早就跟你说这个核四的安全有问题。那你如果去看全世界核能电厂在整个工程进行，这个微珠体泄漏是在最后才进行的，因为这个必须要说大部分的工程都完成之后才会开始进行这个测试。没有一个第一次的泄漏测试就通过，没有。我在这边可以讲没有一个电厂是第一次的泄漏测试就通过的。为什么没有第一次泄漏测试就通过呢？因为微珠体本人，我先前讲过，微珠体它是一个2公尺厚的水泥，所以泄漏绝对不是在水泥上面，在哪里呢？2公尺厚的水泥里面呢，还有这个内衬的这个钢板。内衬钢板这边会发生泄漏，为什么呢？大家知道钢板在做出这个形状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一片就做好了，因为整个微珠体的空间非常大，所以它一片一片呢，它必须要透过焊接的程序去把它焊接起来，才会成为这个微珠体的内衬。那你想要焊接这个钢板，这个焊道的总长度有多长？非常的长，焊接点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在焊接的过程当中，你是做气体泄漏的测试在这个焊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泄漏，在所有新建的核能电厂都会发生，所以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个泄漏测试，我们知道的哪边焊接点焊得不完整，所以会有泄漏的这个现象，所以你就去把它做焊接的补强，做完焊接补强之后，再进行泄漏测试，那一直做到完全没有泄漏。那这个后来也完成了，这个整体的泄漏测试也在发现泄漏点之后进行补强，补强之后再进行最终的这个泄漏测试，这个也都完成了。那个同一个时期做的还有整个一次微珠体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测试，这结构包括它的强度测试。就之前不是有说这个钢筋被截断啊，所以这个强度不足，强度的这个测试也都完成，也都通过。所以在7月30号，其实整个核四厂1号机政府先前在4月底的时候曾经宣布要将核四进入封存那1号机因为所有的工程都已经完成了，只是后来的这个安检就持续的把它做完。2号机它的工程将近完工大概95%左右，但是因为政府决定要封存所以现在工程是暂停的。2号机的工程是暂停的，95%完工度的2号机工程是暂停。1号机因为工程已经完工了，所以安检就持续，然后这个持续的安检呢，在这个月已经全部完成。所以预计在7月30号呢，就会召开这个安检完毕的这个记者会，那会正式对外宣布说，核四厂的1号机呢，其实这个本来应该在上个月的，后来因为这个最后的整个这个收尾阶段的这个防火功能测试啊等等的这些最后2个项目呢，在这个月才有办法全部都验收完毕不是测试完毕，是最后验收完毕。那所以在这个月底呢，才正式宣布核四厂1号机呢安检结束。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里程碑啦其实就是说，
整个核四呢纷纷扰扰了这么多年哈，然后很多外界对于它安全性的一个质疑哈，那我们也透过这过去1年多的时间，彻彻底底的这样子的一个检视哦，这个彻彻底底的检视还不只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安检小组，还有监督小组哈，这期间也找了这个欧盟啦，还有这个WANO 的这些就是世界核能组织的这些第三者这样子立场的这些专家来进行检视，也都通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说，到目前为止呢，核四厂的1号机呢，这个安全在目前这个阶段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非常可惜的，这是我个人立场不代表这个其他人立场。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阶段宣布封存，其实是不明智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燃料装填并没有进行，可是各位，目前的整个安检最终都只进行到高压，那真正高温，所谓高温就是这个废水式反应器正常运转的这个温度，目前都没有达到。为什么没有达到？因为你没有燃料装填到里面去，所以它高温没有办法达成。高温是要到288度的摄氏度，那到目前的整个安检测试啊，都只有做到高压，高温还来不及进行测试。那这个也让我觉得说，在这个时候宣布封存，其实并不明智。你应该是要燃料让它去装填，然后在很低的功率底下去进行高温的测试，高温测试也都符合安全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很有信心的说，现在这个核四厂的1号机通过正常运转条件底下的这些所有测试，所以我昭告国人说，大家可以放心，这个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在这个阶段宣布进行封存，燃料装填没有执行，你等于还有最后的这个高温环境测试没有去做，那你这个时候你要跟一般社会大众去说，现在的核四厂1号机是安全无虞的，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有保留，因为你后面的这个运转条件底下，也就是高温测试都还没有进行，那我就觉得你的封存，你要封存，你这政策的关系，我要进行封存 ，fine， 你可以封存，但是我认为整套的安全测试你要让它做完，所以你应该做完燃料装填，做完最后的测试，这个才叫完整。可是有些反核团体上就会说啊，这个不行啊，你只要做了燃料装填之后就会什么不能回头，这实在是非常可笑啊！什么叫做不能回头？做了燃料装填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电厂燃料装填之后的测试你发现没有通过，你对它安全有疑虑，你就停止运转啊。这些燃料退出来一段时间之后，通通可以移走啊，放到这个用过燃料池里面一段时间，通通可以移走啊。这个现场还是可以恢复原状啊。那你担心什么叫做不能回头？那我觉得用这个理由来说，必须要在公投之后才可以进行燃料装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决定。那同时也会让人认为说，你就是安检没有做到100%完成嘛？你现在告诉我的都是在非高温可是高压的条件底下，告诉我说这些所有的系统现在都是安全，后面的高温运转你都没做啊，那我要怎么样真正的去了解说它到底是不是安全？所以我觉得或许现在讲这个议题时间已经太晚了啊，可是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惜啊，在前面的这些高压的这些安全检查都已经通过的情况底下，你很快进行燃料装填去进行高温测试，这个很快就可以结束了啊。这时候大家都可以放心知道确切的了解到底核市场
是不是安全？那时候你要来进行公投，说核四要不要让它运转，大家才能够仔细理性的去考量嘛。你现在照我看，你就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你没有把它完成，那你怎么样去说服人家说，哦，来这个我们来进行公投，来决定要不要让核四运转？所以我觉得你要封存，你可以说是因为你的政策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整个这个安全测试呢，应该要让它全套做完，才是一个完整的安全测试。然后很可惜的，目前核四的现状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边呢也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谢谢。